真实情绪的回归。4月30日上线的短剧《野河荒长》，没有选择用强冲突或戏剧反转去吸引观众，而是以一种近乎克制的方式，把青春错过重新摆在观众面前。它所呈现的不是理想化的爱情童话，而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人生体验。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，那些在时间中被误解、被搁置的情感，在这个信息快速流动、情绪被不断消费的时代，野河荒长的出现显得有些反潮流。它不试图迎合快节奏的爽感，而是让观众慢下来，去感受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而复杂的联系。这种叙事方式也恰恰构成了它开播及引发讨论的核心原因。翟一莹与卡戎的第3次合作，原本被部分观众担心会陷入固定模式的舒适区，但事实证明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3次合作带来的不是重复，而是深化。他们之间的默契不再停留在表面的配合，而是深入到情绪层面。一个眼神的停顿，一个呼吸的节奏，都在传递人物内心的变化。这种熟悉后的再创造，让角色更加立体，也让观众更容易进入情境。与其说他们在演爱情，不如说是在重建关系。这种层层递进的表达方式，使得整部剧的情感张力更加持久，而非瞬间爆发后迅速消散。叶和这个角色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主，她有倔强，也有迟疑，她会坚持，也会退缩。这种不完美，反而让她更接近现实中的普通人。沈确的成长轨迹同样值得关注，从年少时的冲动与直觉，到成年后的克制与理性，她的变化不是突兀的，而是在时间中一点点沉淀出来的。野河荒长并没有刻意强调人物的戏剧性，而是通过细节去呈现他们的复杂性。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情绪变化，让人物真正活了起来。在许多情感剧中，激烈的争吵、强烈的告白往往被视为高光时刻，但野河荒长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，它让情绪在沉默中积累，在细节中释放。角色之间的靠近与疏离，并不是通过台词直接表达，而是通过身体语言、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来体现。这种表达方式更具真实感，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。当情绪被压抑到一定程度时，一个简单的对视，甚至一次未完成的触碰，都能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。这种留白式的表达，让观众有更多参与感，而不是被动接受剧情。7年后重逢常常被影视作品包装成一种带有命运滤镜的浪漫桥段，仿佛时间只是为了成全爱情而存在。但野河荒长选择拆解这种想象，用更加冷静而真实的方式重新定义重逢的意义。他没有把7年当作一条通往圆满的直线，而是呈现为2条各自延伸、彼此远离又偶然交汇的人生轨迹。这7年并不是静止的等待，而是充满重量的时间切片。2位主角在各自的人生路径中被现实不断塑形，他们可能在某个深夜怀疑过曾经的选择，也可能在新的关系中试图忘记旧的情感。他们学会了隐藏情绪，也学会了在失去之后与自己和解。正因为经历过真正的分离与成长，他们的再次相遇才不再轻盈，而带着迟疑、试探，甚至一丝不敢轻易确认的克制。更动人的是，这种重逢并没有试图抹去过去的裂痕，而是承认他们的存在。曾经的误解与遗憾，并不会因为时间自动消失，而是需要被重新面对，被重新理解。这也让再见不只是情节上的节点，而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转折。他们不再用年轻时的方式去爱，而是在更成熟的认知中重新衡量彼此的位置。因此，这段关系真正的变化，不在于是否还能继续，而在于他们是否拥有了重新选择的能力。重逢不再意味着回到原点，而是一种带着记忆前行的再出发。
也正是在这种不完美却真实的过程中，野河荒长让7年之后的意义从浪漫想象转化为关于成长、理解与自我确认的深层表达。很多观众在观看野河荒长时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。这种共鸣并不来自剧情的戏剧性，而是来自情绪的真实性。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每段感情都有结果，也不是每一次错过都能弥补。但这部剧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，它让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有了被理解的可能。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的，往往是自己的影子。那些年没能说出口的话，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情绪，在剧中被重新唤起，并得到回应。这种情感上的被看见，正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。野河荒长的成功，其实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层面的出圈，更像是一种信号的释放。它在提醒整个短剧行业，观众的审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过去依赖强节奏、密集反转所建立起来的观看快感，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注意力。但当这种模式被不断复制、放大之后，观众也会逐渐产生疲惫与疏离感。而野河荒长选择了一条更慢的路径，它不急于制造高潮，而是通过情绪的层层递进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这种叙事方式看似克制，实则更具穿透力。因为真正能够长时间留存在观众记忆中的，从来不是情节本身的夸张程度，而是情感的真实程度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种转变背后其实是观众身份的变化。当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剧情的观看者，而是开始主动筛选内容、判断价值时，作品的质量就成为决定其生命力的关键。野河荒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通过细腻的表达与真实的情绪，重新建立了观众与内容之间的信任关系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种创作方向具有重要意义。它意味着短剧不再只是快消娱乐产品，而有可能成为承载情感与表达的内容形态。当更多创作者愿意放慢节奏、深入人物、尊重情绪时，整个行业的内容生态也会随之提升。或许未来的短剧不只是让人上头，更能让人回味。野河荒长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，不仅因为它讲述了一段横跨7年的情感轨迹，更在于它以一种克制而深刻的方式，引导观众重新审视那些被忽略却始终存在的内心命题。什么是错过？什么是成长？而所谓的重逢，究竟是回到过去，还是在改变之后的再次相认？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作品并没有急于给出标准答案，而是通过人物的选择与沉默，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断投射自我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，那些在关键时刻退缩的瞬间，往往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表达更真实，也更令人心痛。正因为如此，野河荒长所触及的不只是爱情本身，而是一种关于时间如何改变人的深层体验。也许我们无法回到过去，无法修正每一次遗憾，但我们依然可以决定如何与这些未完成的情绪共处，是选择逃避，还是学会面对，是执着于结果，还是理解过程本身的意义。当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时，这种情感的回响便超越了剧情本身，成为一种自我对话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部剧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某段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你是否也有一段未说出口的情感？如果有机会重逢，你会选择弥补，还是放下？你认为未来的娱乐作品应该更多关注真实情感，还是戏剧冲突？或许正是这些看似普通却真诚的讨论，正在一点点推动内容创作走向更深层、更有温度的方向。你的每一个想法都可能成为改变的一部分。